这是辽河三角洲的兵锋尾档，在这里上演着最残酷的贫富对比。这是收尾的老板，他坐在豪车里，几句话的功夫，他靠收芦苇的差价就赚了千把块。而冰面上的割尾人们冒着生命危险，一斤芦苇才只能赚到几毛钱。如此巨大的差距下，为什么这些尾客仍要选择这份工作？他们日复一日与寒风、尾根较劲，背后有着怎样不得不扛的生活重担呢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54岁的割尾人老杨，走进他的真实世界。辽河三角洲的尾档每年冬天结起厚冰，凌晨3点，54岁的老杨踩进零下20度的泥沼，一手抓着芦苇，一手挥着2米长的铡刀，朝着高过人的芦苇根部奋力割去，不顾尖锐的芦根在衣服和脸上划下道道伤痕，一俯一仰间，芦苇一批批倒在地上。这一片芦苇荡撑起了整个盘锦的造纸厂，也撑起了他的3口之家。他知道芦苇割得越多，冻疮就越深，但他不敢休息。身后媳妇拖着伤痛的腿，蹒跚地在漏风的苇棚里煮粥。这是他们被欠薪的第2年。刚刚学校的催费短信又发到老杨摔裂屏幕的老人机上。像老杨这样年过半百还要泡在冰湖里割苇草的人，在盘锦割苇人中不是个例。老杨踩进的这片冰水泥沼是辽河入海口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。辽河携带的泥沙在这里沉积，形成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荡，面积超100万亩。芦苇的用途很广，不仅是造纸和建材的优质原料，还可以当作燃料、饲料乃至制成工艺品，秸秆可作为造纸、人造棉、人造丝的原料，用来织成苇席、苇帘，也可打磨成帛。市面上精美的宫灯、充满创意的屏风，就是由这些苇帛编成的。大量的其貌不扬的芦苇是制造苇帛的重要原材料，由此一个特殊的职业割苇应运而生。这些看似柔弱的芦苇为盘锦市构筑起年产值400万的资源循环产业链。强大的市场需求使割苇人们数9寒冬也要奔波于冰湖中的动力支援。他们的行动路线与候鸟相反，寒冬来临，候鸟南飞去往温暖之地。也正是割苇人们奔赴寒冷的辽河河畔的时候，冬去春来，他们又会悄然离开，寻找其他养家的工作。因此割苇的人们有个别称，苇客。因为用镰刀割苇，又有个颇具江湖色彩的雅号，叫苇海刀客。驴怕进磨坊，人怕进苇塘，这是一句流传在辽河三角洲浩瀚大苇荡中的民谚，也是盘锦割苇人们的心声。这些便利风霜的割苇人所获的收入却往往比不上他们的辛苦。在这一特殊的行业中，又是什么在剥夺他们应得的酬劳呢？隆冬时节，每天天没亮，老杨就从卧棚里临时搭的床铺上爬起来。他摸黑穿上磨破的劳保服，登上破旧的胶靴，往鞋里塞2层旧棉花，这是对抗极寒唯一的装备。随后和其他苇客们一块扛着镰刀踩进了冰水泥沼。出工要过一道冰湖，冰面裂出蛛网般的缝，踩上去咯吱响。同行的老张去年就是在这掉进去，捞上来几乎冻没了半条命，今年还是咬着牙来，不干能咋办？孩子学费等着，老娘的药费等着。老张的镰刀磕在冰面上，溅起的冰碴子像刀子往脸上扎。割苇人的工作必须在冬天进行，因为此时大地封冻，芦苇荡里的水结冰，人才能够进入湿地。老杨说，割苇必须要赶在太阳升起来之前。芦苇这家伙有个怪毛病，温度越低，质地越脆，因此清晨一天中温度最低的时候，正是芦苇最便于收割的时间。苇客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趁着早上天寒赶着割苇。中午饭就在工地随便找个背风的地方草草吃完，下午把割完的苇扎成捆，运到早就等在旁边的工厂的卡车上，这样就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。寒风凛冽，沼泽泥泞，割苇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危险。说着，老杨摘下手套，给我们展示他遍布冻疮和伤痕的手。寒冷和辛劳都在其次，苇客们最怕的是意外受伤。割苇人们所谓的全副武装，不过是穿上胶鞋，戴着手套，再裹上一件破旧的棉袄。芦苇丛里没路，每走一步都要拨开锋利的苇叶，严寒之下变脆变硬的苇叶就如同一柄柄快刀，很容易戳伤眼睛。那些割掉的芦苇茬口也很锋利，这些芦苇茬都是血口，混在淤泥里，稍有不慎就可能扎穿鞋底。割苇草的镰刀既是工具，也是会割伤手脚的利器。老杨的媳妇就是因为被芦苇伤到了腿，不得不在苇棚里休养。媳妇总嘱咐他，你可小心点，别给伤着。话没说完，咳嗽声就压不住了。
老杨听着咳嗽声直揪心，媳妇这病就是在冰壶里冻出来的，可家里早拿不出钱治了。提到这时，老杨也是满脸无奈，像生病受伤，小伤小病还能忍过去，如果太严重，那这一趟就算白跑了。但老杨说，宁可白跑，也不能让媳妇硬拖着伤病做工。人好好的比什么都重要，这是老杨的人生信条。老杨说这话时，粗糙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温柔的神色。家人间的温情给这天寒地冻的辽河河畔点起了一簇温暖的火焰。老杨跟我们说自己不是本地人，而是被介绍来这边做工的。伟克中同老杨一样是外地人的不在少数，伟克的工作于他们而言相当于一份零工，年年来干完一冬就走。你也许会想问，这份工作又辛苦又危险，你怎么还年年来干呢？这时老杨只会苦笑着说，他入行早，当年还没有收割机时，伟克的薪水在同工种里还是可观的，近些年随着收割机普及，薪水才一降再降。没人知道这些割下的芦苇运到造纸厂能卖出天价，老板们开着豪车来收尾，转手就是几倍的利润，可割伟人每斤芦苇到手才几毛钱。老杨算过，每天砍上1000斤，累到尿血，一个月也才挣3000块。这些年来，伟克的工作给老杨带来了冻疮、关节炎等一堆寒病，他也不是没想过改行，可是寒冷的冬季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工作了，兜兜转转最后总是做回伟克。没办法，还要养家啊。在围海做工的伟克们用单薄的肩膀撑起一整个家。老杨的儿子还在上学，学费、家里老人的医药费、生活费都是大笔开销。为了家人，老杨也不敢歇。说话间，老杨指指其他的伟克，说像他们这种来来去去的临时工，都有着自己的苦衷。上有老下有小是寻常，但凡条件允许，有谁愿意被井离乡在这片冰天雪地里挨冻受累的？这片芦苇荡是几百个割苇人的战场，也是他们全家一年的指望。此时正值伟克们的午休时间，一帮5大3粗的人过来招呼老杨他们吃饭。老杨说，这些人是代工组织的，上世纪自动化机械尚未普及，辽河三角洲的120万亩芦苇全都需要人力一镰一刀的割下来。那时候盘锦境内共有苇厂职工的人数最多也不过4600余人。显然，每到收获季节，苇厂职工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，刀客的职业由此应运而生。早年间，苇客一般以青壮年为主，主要来自内蒙古、河北、辽宁等地，也有少部分来自山东和黄河流域的其他省份。后来，各地的苇厂和劳务输出地的政府部门直接对接上了。此后，芦苇收割劳动力由省政府统一调配。1978年后，改由各苇厂自行组织。盘锦地区的苇厂每年大约需要劳动力3万人。到了1998年，5大苇厂外来雇工人数达到5万人。如此庞大的队伍，加上各苇厂为抢进度出现的竞争，催生了一批组织苇客劳务的代工，负责组织苇客们集体赶往各苇厂参与收割，也负责招兵买马，把想参与割苇工作的人拉到自己的队伍里。代工们往往自己也是割苇人，最早的苇客多是同村人或父子、夫妻、兄弟，常常成群结队而来。后来，一些有余力的苇客开始与大型苇厂签约，为他们招募外地工，或将已有的工人分成小队，这便成了代工。这些年，割苇的苇客早已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如今几乎没有独立干活的苇客了，招人、组织、发物资和工厂对接，全都由代工一手操办。他们是苇客从入行到拿到工厂工钱之间的桥梁。到了苇厂一看，割苇的多是40多岁的中年人，境遇大都和老杨差不多。不同的是，老常是盘锦本地人，割苇是他家的老行当，祖祖辈辈都以此为生。现在行情不比从前，老常摇摇头说，过去割苇都靠人力，现在好些地方都用割草机了。除了我们这些生在本地有门路的，外地来的苇客已经不是那么好找活干了。老常又说，现在整体行情也不算好，再加上有的黑作坊借着割草机的名头，趁机少给割苇人工钱，乃至拖欠工资，害得外地工们走又不敢走，只好一年年回来干下去。提起老杨，老常也是摇头叹气，说那拨人的事他知道，去年他们做工的那家工厂欠薪不发，他们今年只能又来割苇，一面做工，一面讨要工钱。提到苇客们的平均年龄时，老常抓抓头发笑了，这不是什么美差。即使是世代割苇的老常，也不愿儿子继续做割苇人的工作，又苦又累不说，现在挣得少了，行业也没什么出路。
当年老常的父母入行时，在盘锦戈伟1个月挣的钱，能抵得上一个普通家庭劳作1年的收入。现在虽然戈伟人的工钱还比普通短工高，但也谈不上有多赚，再加上挣的那点钱还不够看病呢。年轻人们早不愿干这活了，又苦又险，挣钱还少。村里的年轻人宁可去城里送外卖，也不碰镰刀。老常也支持这种做法。身为老尾客，对这一行当的兴衰，老常看得比谁都明白，这行当撑不了几年了。芦苇造纸被新型材料替代，老板们收尾越来越少。老常打算再干2年，自己也就告别尾客这一行了。技术发展对行业造成的冲击，部分黑心工厂的压榨，电子阅读等新型科技方式的产生，使得纸媒的衰落，一同造成戈伟市场整体的萎缩。即使像老常这样的老戈伟人世家，也更愿意儿子去做轻松体面的工作。只是提起曾经的戈伟经历，老常还是不免有些唏嘘。等我们这批人也不干了，说不定以后就没有戈伟人了。老常提起曾经一个个工友的名字，这些曾经的尾客已经多年不再回来收割芦苇了。从天不亮一直干到正午，尾客们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每天尾客们的3餐就由代工送来，早晚餐在住处，午餐往往就在芦苇档里进行。他们的主食一般是玉米饼子和高粱米饭，菜是没多少油水的白菜炖土豆。为了驱寒，他们有时也会喝一点白酒。由于重体力劳动，即使在严冬时分，尾客们也极容易在割尾的过程中累得满头大汗。忽冷忽热的工作过程极其容易使人患上感冒，白酒就成了驱寒和预防生病的良方。隔3差5，他们也会改善一下伙食，包些饺子和包子，或者在因下雪不能出工的日子去凿破冰层找鱼。傍晚，尾客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早有皮卡车等在一旁，准备把打成捆的芦苇搬运到卡车上，送往工厂。扎成捆的芦苇重叠着码在卡车上，看起来甚是壮观。夜幕彻底降临，整个芦苇荡被黑暗吞噬，唯有远处的卡车车灯闪烁着刺目的光。这是戈伟人们一天中最后的工作，也是造纸厂工人们一天工作的开始。灯光掩映下，戈伟人和工人们像是不知疲倦的机器，将白天割好的芦苇一捆捆搬上车。寒风呼啸，他们呼出的白气瞬间消散，双手被苇叶割得伤痕累累，却完全没有时间在意。搬完芦苇后，这一天的活就算干完了。尾客们拖着疲惫的身体，慢慢往自己的住处走去。所谓住所，就是苇档里的堂铺，当地人把割苇人住的地方叫堂铺，在苇塘里割苇子则叫下堂。堂铺是用板条和芦苇临时搭成的窝棚，窗户由稻草和芦苇捆成，再用板条固定在窗框上。因为房门关不严，夜里寒风直灌。睡前，尾客们总要用苇捆把门缝塞紧。苇塘里的堂铺就是一排火炕，5米长的炕上要挤下10几个人。大铺里更夸张，30多人肩并着肩睡。那地方没有电，晚上只能点蜡烛照明。男尾客和女尾客同睡一张炕，中间用苇帘隔开。这里就是在寒风呼啸的苇塘边，白天干得满头大汗的尾客们歇脚的地方。也有一些尾客借住在村里闲置的房子里，住得比堂铺舒服些，就是每天干活要多走一段路。那些房子和杜甫诗里写的茅草屋差不多，虽然简陋，却是大多数尾客真正的栖身之所。如此辛苦劳碌，尾客们的收入又如何呢？他们每天的工资由10年前的10几20元上升到目前的100元左右，这就是像老杨一样的短工尾客们的平均收入。这些散工们的收入远小于魏老板，魏老板承包一片苇田，一个月净利润能挣1万多元，摊到每个尾客手里，就只剩下可怜的一天100元钱。这点工资拿到手，可是一波3折。黑心工厂知道割苇人离了这活计没别的出路，冬天的活就这么几个月，拖得起的是老板，耗不起的是等着拿钱回家过年的工人。去年一家工厂就爆出了这样的丑闻，干满3个月，老板只给了一半工钱，剩下的推说厂里资金周转不开，让等下个月。等下个月去要，工厂大门都换了锁，找劳动部门调解。老板躲着不见，最后那几千块钱愣是成了泡影。还有更损的，有工厂招工的时候说好了每吨芦苇80块，等收完了称重量，却偷偷在磅秤上做手脚，明明割了10吨，工单上只写8吨。工人发现了理论，老板就撂狠话，要么忍，要么1分钱都别想拿。有的是人等着干，造纸厂还欠着钱呢，一拖就是大半年。没办法，有的尾客着急用钱，只能咬着牙接受7折结算。纸厂一年比一年难做，可人工费却在涨，老板们不想着怎么盘活工厂的生意，
倒把主意全打在了戈伟人身上。盘锦围场从5万名伪客减到5000名，一年能省6000万雇工费，可留下的这5000人拿的钱比以前还少。粗略算下来，10年前割一吨芦苇能挣60块，现在物价翻了倍，工钱反倒降到50块，还动不动被克扣和拖欠。入夜后，在城市的另一端，运送芦苇的卡车终于抵达了造纸厂。厂门口早已等候多时的工人们拿着工具，迅速将芦苇卸下车，推进巨大的仓库。在造纸厂内部，芦苇经历着一系列复杂工序。首先，它们被送进巨大的切尾机，锋利的刀片将芦苇切成小段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接着，这些芦苇段被浸泡在化学药剂中，进行蒸煮和漂白，目的是去除杂质和色素，让芦苇纤维变得更纯净。这一步需要高温高压，蒸煮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气味，工人们戴着厚重的防护面具，在蒸汽中忙碌穿梭。蒸煮后的芦苇被送进打浆机，巨大的滚轮将它们碾成细腻的纸浆，纸浆通过管道输送到造纸机，在那里，它们被均匀地铺在传送带上，经过压榨、烘干等工序，最终变成了一张张洁白的纸张。从芦苇到纸张，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人的汗水，而戈伟人只是这条产业链最底层的一环。即使价格已经十分低廉，伪老板们还是渐渐不愿意雇佣伪客了。他们更多选择把雇佣伪客的钱省下来购买割灌机，比人力更高效，成本还更低。早在1984年，辽宁省芦苇研究所就研制出了小型芦苇收割机。此后，使用收割机割苇的方式不断推广，不断引进和改进新的芦苇收割机械。一台割灌机的效率惊人，能顶得上15把镰刀的工作效率，而且围场老板们还不用担心机器受伤或吃饭的问题。只有在部分环境过于恶劣，收割机无法到达和工作的场所，才仍需伪客们挥舞原始的苇镰。这场技术变革带来了显著变化，伪客们的数量急剧减少。曾经人数高达5万人的伪客群体，在引入上千台专业收割机械后，规模急剧缩减，最终只剩下约5000人。随着作业工具逐步现代化，芦苇收割的工作强度看似已大幅降低。只是因为机器成本低、效率高，大部分条件还算不错的苇厂都被他们承包了。那些还得靠苇厂吃饭的伪客，为了不被机器抢走活路，只能往条件最差、最艰苦的地方去，拼出自己的一席之地。环境越恶劣，换来的却是行业的不断萎缩。机器的介入让人工的价格一压再压，市场日渐收缩，前路未卜的阴云笼罩在每一个人靠割苇为生的伪客头上。不过，使之割苇市场没落最核心的因素是纸业市场的萎缩。芦苇产业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为造纸业提供原材料。近几年，中国从国外大量进口纸浆，不仅价格低廉，而且经济环保，每吨只需2000元，而每吨芦苇浆成本就高达4000元。过去，苇子收割完后，苇塘会在春节前后被点火焚烧，这叫炼糖。这样既能杀虫，又能让地表升温，促使嫩芽早发，提高来年的产量。可随着一些地区雾霾问题日益严重，这种做法已不再适宜，因为会造成空气污染。近些年在许多地方已被明令禁止。进口纸浆便宜且环保，就没有继续用贵货的道理。此外，无纸化办公、电子书籍的普及，也是导致芦苇需求减少的原因。目前造纸业有种不成文的说法，一个 U 盘能顶1吨白纸。不是割苇行业没落，而是整个造纸业都日渐衰微。这种不可抗力的无奈落到每个割苇人头上，都变成一座座沉甸甸的大山。他们冒着严寒割苇，本意不过只想出卖劳动力换些酬劳，却要承担整个时代带给他们的巨大冲击。芦苇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小，盘锦苇厂合作的2家辽宁造纸厂连年亏得底朝天，至今拖欠盘锦苇厂芦苇款2亿元。苇厂自己都勒紧裤腰带，哪还有余钱给割苇人痛快结账呢？在这种困境中，面对逐年上涨的人工费用，机械化收割就成为苇厂降低成本的唯一选择。从5万名苇客减到5000名，仅此一项，盘锦苇厂1年就能节省雇工费用6000万元。纸业市场的萎缩像一块巨石，压得整个芦苇产业链喘不过气，而最底下的割苇人更是被压得直不起腰。可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，苇客们还得干。不管机器多厉害，只要还有一片芦苇没被铁家伙啃到，他们就得攥紧镰刀，继续在天寒地冻的辽河和叛讨生活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再这么下去，别说工钱，连活路都要被机器夺走。可一旦失了这份差事，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苇客又能去哪儿找份短工？
撑过这漫长的寒冬呢？1000多年前，这片芦苇荡就有人靠着镰刀讨生活。到了后来，5000个伪客一起闯进荡里，镰刀挥得像浪头，号子声能盖过风声。那时候再苦再累，手里的活路总能换口安稳饭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卖的还是过去那身力气，挣的钱却紧巴到连给家里病人买药都捉襟见肘。那些收芦苇的老板开着豪车来，几句话就把价钱压到最低，转头倒手就赚好几倍。他们流的汗，受的冻，在人家眼里根本就不值钱，劳身费力，工钱还总被拖着。这还不算完，机器轰隆隆的开进苇荡，铁家伙不用歇脚，不用吃饭，割得又快又齐。以前5000人的活，现在几百台机器就干完了，剩下的人要么拿着更少的钱给机器打杂，要么干脆没活干。这片芦苇荡还是老样子，风一吹沙沙响，可伪客们的日子越来越难。他们攥着镰刀的手磨出了一层又一层茧子，却挡不住这世道的变化。想靠着这老手艺安稳讨口饭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盘紧的苇荡又起风了，卷着碎雪打在伪客们的旧棉袄上。远处几台收割机轰隆隆地碾过苇丛，像铁兽一样吞噬着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生机。收苇的卡车来了，还是那个歪嘴老板递过的工钱，比上个月又少了50块。嫌少，那边机器正等着呢，有的是人愿意干。老板撇着嘴，眼睛瞟着远处的收割机。窗外的风还在刮，苇荡里的声音越来越小了。也许再过几年，就没人记得这里曾有过一群拿命换钱的伪客，就像没人知道那些被网络取代的白纸里曾藏着多少个家庭的冬天。但只要明天太阳还能照进苇荡，伪客们大概还会抓起镰刀，不为别的，就为锅里的热饭、炕上的病人和孩子电话里的那句“我挺好的”。这飘摇的人生还是得跟着芦苇再挺上一阵。本期内容到这就结束了。看完芦苇客们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你觉得像割苇这样的传统职业会在机械化的冲击下彻底消失吗？你身边有没有类似这样正在被时代淘汰的手艺人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如果你被他们的坚韧精神感动，请为这些在严寒中默默付出的劳动者点个赞，转发给更多人了解他们的真实境遇。同时别忘了关注眼见中国，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挖掘更多被忽视的底层劳动者故事。记得订阅才不会迷路哟。